我是住在牛棚里面。牛棚。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从老家桂林工程前往桂林阳朔县城附近一个叫玉龙堡的小村子，去采访一位南非白人，名叫丰子英。这是 adventure travel， 所以是我们不是在中国探险性质的，不是坐飞机，不是住在雾区，有一点就是自己带背包，坐公共汽车、火车什么的，对，好玩一点。对，你看还有8秒，他就赶，对，来不及了啊！那你当时为什么就留在阳朔了呢？因为你说广西、贵州你都喜欢。是因为我南非，我老家是农村的。哦，你老家农村的？对，我不喜欢大城市，不习惯。所以我每次我们去接客人，经常就是去北京接他们，从北京去西安，西安去上海，上海去重庆、桂林，然后去香港。那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只有阳朔就是山水的农村的比较安静一点，所以我每次来阳朔我很开心，很开心。然后01、02年，当大概有03年，我是那个旅行社的副经理。我们什么副经理？那个旅行社的副经理。所以我们办公室我们就是安排在阳朔因为我们都喜欢阳朔。我们也是以前阳朔人有蛮多会英文，所以都是方便一点。然后我是03、04年在办公室上班，然后我觉得不好玩。天天是用电脑，不太喜欢，所以我就是准备做别的事情。你做了别的什么事啊？我是等一下，从这里进去啊？对，你不知道哪条街了啊？是，因为都差不多是这里有一个。以前有很多工程油茶，对，他们别的都关门对，那你是本地人才知道这里有工程油茶。对，好，给他，没关系。又来了，我们3个人。你们这里说是工程油茶，是真的工程吗？我这个兄弟是工程的，老家是工程，是真的工程。利木上面的我工程啊，对啊，我是工程本地嘛，没是利木的对，工程的口音。对，这个是我朋友，所以我今天跟他来这里采访他，因为他太忙了，所以在中午的时候采访一下他。坐这里或者那里或者坐这里吧。这里好，可以。然后等一下我就架着我的这个手机来拍了啊。你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叫你去工程对，做油茶，对。我有一次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你的那个你和你父母的一个纪录片他们来这里过年，对不对？对，有一年冬天对，那个也是中央电视台拍，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对，拍了2个，一个是我爸爸妈妈来这里，另外一个他跟我一起去南非拍这个。你先点菜。粉粒什么？煎饺子要不要？煎饺是吧？我看一下什么工程的东西。工程的那不都是工程的嘛？我们爸爸是工程爸爸，阿公爸工程爸爸。你不喜欢吃粑粑对吧？我喜欢，我们上次吃的。他吃那个是那个可以，对。船上粑是吧？
是，对，那个你喜欢吗？可以，我觉得很好吃。艾叶粑也是工程的，艾叶那个粑粑，我们来6个吧。大肚粑，对，大肚粑3个，艾叶粑也3个，一样的锅回去，然后上下子看看还有什么工程的，炒粉、莲花粉那个了，莲花不是工程的也来粉哈。来份炒莲花粉，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油茶店在这里啊。从消费来说，对不对？对，不是什么高档的东西，就是很普通的当地人来吃的，对吧？是，我也那么脏，我觉得我不能去好一点的餐厅，无所谓啊，去一个本地人的地方都没问题。我上次去那个路边一个餐厅，我进去，他们说你要不要坐外面？那些你太脏了，对吧？可能是。我们抓紧时间吧，因为你太忙了，对吧？你是2002年来到阳朔，还是哪一年？01年。01年，但是01年就是你长期待下来是02年吗？第2年，对不对？是长期在阳朔，可能是03年，从03年、01、02年都是导游，去中国全国。然后从03年开始就在阳朔。对。然后你就一直在旧县那个村吗？没有，我从03年到08年，我是在县城，阳朔县城滨江路。我是可能是06、07年，我是已经准备把老房子租下来，因为我从01年已经有这个想法，我看，因为我是建筑师，我看这个。你是建筑师？是的。对，所以我看这个老房子。建筑师是 architecture 还是什么 ？architect， 对，就是你是设计师对吧？建筑师、设计师，对。对，就是你是专门设计房子的。对，在南非的时候。对，是。所以我已经从01年看这个老房子，我觉得哇，因为我们南非没有什么老房子。对，是的。所以我看，我觉得哇，这个太漂亮。然后我看就是那个房子越来越少，都是破坏的或者被人拆掉了，遗弃了，对吧？对 ，abandoned。对，是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是要把这个房子，我的想法就是要把一栋房子租下来，保护了，转售给人看一下，这个房子还能弄得漂亮。对。所以我06、07年已经开始跟现在那里大是在我没有在卢化坪在哪里？那个村叫什么？你可以换个角度也可以。请继续。所以我是去1、2个村，已经跟人聊天，说要租房子，你花2、3个月时间。然后第一个地方，他们说可以，但是他们的奶奶还要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我说那这个不舒服。如果在养鸡或者养猪什么的，我自己住在那里。第二个，哎呀，聊天也是花2、3个月，是另外一个村，然后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说不行，不要我租。然后我是去大石在，有3个兄弟，一栋房子，我们全部谈好了，我花3、4个月时间，全部谈好了，那个价格什么的合同全部写好了。我们那天去签合同，一个人说疯子过来，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多给我自己1万块，不告诉我那2个兄弟。我就不开心，我说那你骗你自己的兄弟，你后来对我怎么样？所以我是说这个房子我不要租。我就不开心，因为已经花了4个月时间。不讲信用，对吧？所以我那天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我起床，我说那我离开阳朔，我去昆明。因为我的中文都是自学的，这个是08年，我也学不会。我是要学汉字，所以我就去昆明，在昆明1年多，然后有一个法国人，在9仙村外面，
砌房子，他去昆明叫我说需要我来帮忙，所以我会来09年会来，然后回阳朔来，对，开始09年开始住在九县城，我只是准备在那里4个月，他说要我4个月帮忙，然后我刚到九县城，我觉得这个可能4个月我可能受不了啊，因为以前路都没有，你进去就是卖，九县城有2个小卖部，就是卖灯泡、洗衣粉盐酒什么的，别的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我可能受不了，但是我到了，我人都对我那么好，就是经常请我吃饭喝酒，我过得很开心。我就是旧县的人还是旧县人，别的老板没有，是九县人，本地人本地人都很好。我就觉得我可以在九县城住老房子，所以我是叫九县村长帮忙帮我聊天，我就找到一栋房子，有6家房东，所以我们谈了也是差不多半年。6家房东啊？对，我们谈了5个多月。谈合同的细节是价格都是有多少年什么的。你还记得当时的租金是多少一年吗？很便宜可能6000块，对，1年6000，对第一栋房子，我就是准备，以前我不是准备做生意，我的想法就是准备自己住在那里我只要把那个房子，因为人都说这个老房子都没有用，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房子装修好，给人看一下这个房子还是有用。对，是的。我只是准备自己住在那里，我不是准备做生意。但是因为有6家房东，那个租金那么便宜，他们说需要20年一次付，因为刚好每个人2万块，那个钱09年那个钱够了砌新的房子第一层楼。对它是叫一次性复购，对，20年的。是的，对，2万块，一个人2万块，他们得到一个人2万块，对吧？是的，对，一共12万你付了。对，但是问题是后面也有一栋房子，那个很破的，以前有火灾很烧的，那个人也说是2个人，他们说也给我住，那个很便宜，我就觉得可以，我一起住。但是问题是，我刚好我付完那个租金，是刚好我世界上全部所有的钱都没了，就没有了那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我这么装修，那我就觉得我再聊天什么，我叫一个朋友，一个本地人，一个福利人，我叫他帮我翻译，看一下这个合同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不是全部看得懂。她跟她老公是外国人，以前我们都是在那个旅行社上班她跟她老公是准备搞一个民宿，所以她是说那你是建筑师，她帮我的忙，她说那你帮我的忙，去看一下哪栋房子好，我们可以搞一个民宿。那我租好那2栋房子，我跟她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合作？对呀。是啊，如果我已经付完那个租金了，对，那才给那个钱一样，我们一半，那我可以开始装修。是的，所以后来他们同意了。他们商议上过1-2个星期，他们说可以，他们同意。那好，对，所以资金就解决了，对吧？是后期的资金就解决了。对，很聪明啊。所以以前不是准备做生意，但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了，就是资金怎么解决的。这问题已经回答了。就是你特别喜欢中式的古典建筑，对吧？是的，对，很漂亮啊，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房子，你看了那个人，现在人砌房子就是砌得很快，很便宜，他们不是想我们自己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是，所以现在我自己住的是一栋逆转房子，那个是差不多免费的，没人用。但是最近我们村里面兄弟们一起吃饭，他们都喜欢来我家，他们说最舒服啊，最漂亮，最好玩。他们说啊，自己家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哎，所以下次可以去看看你住的房子吗？如果有空，下一次，可以，在旧县对吧？在旧县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看这个老房子，你知道它是用本地的材料，它是知道我们这里的天气环境是怎么样，他们有园子，那你有小孩，那个小孩还可以在外面玩，但是还是安全一点，在园子里面，这个是的，都是现在人去房子不是看自己舒服不舒服，或者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的中文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攀比那个词吗？攀比，不知道，我中文没那么好。攀比就是说，我盖了一栋房子是2层的，邻居看见我要盖3层的，要比你好。对吧？大家互相攀比，建的房子越来越高，对不对？对，很多都是空的，或者是盖了以后没有钱了，就不装修，很难看。我是住在牛棚里面。牛棚。